Hello， 大家好，我是麒麟。上期说了，香奈乎和伊之助联手激战上弦之二童魔，最终被他吞噬的狐狸人的毒素彻底爆发。抓住时机，香奈乎开启中之行，在猪头的配合下，终于将其斩首了。这艰难的一战也终于结束了。但实际上，就在他们激战前，另一个区域的炭治郎和义勇就已经碰到了麻烦。好久不见了，灶门炭治郎。上弦之三伊窝座来袭，这将会是炭治郎的复仇之战。两人究竟能否战胜这强大的敌人呢？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在无限城外的另一个据点，鹰柱与随天元和上任岩柱正把守在大门口。天元很清楚，既然不能战斗于一线，那就负责看护任务。而炼狱老爸因为炼狱的趋势，已经重新振作了起来，为了不辱没炼狱家之名。而屋子里，新任主公惠理哉正一刻不停地绘制着无限城的地图。另一个房间里，上任水柱玲珑正照看着祢豆子。此时的祢豆子已经服下了诡异送来的药，他真的能变回人类吗？玲珑握紧了拳头，这场延续了1000年的人鬼之战，说不定就会在今晚落下帷幕。他突然想起了炭治郎，似乎就是他背着祢豆子出现在他的眼前。鬼杀队就像停滞了许久的机器，终于被他们这2颗小小的齿轮重新运转了起来。所以别输啊，祢豆子，别输啊，炭治郎。回到无限城，伊窝座落地一瞬间就杀下了炭治郎，而此刻的炭治郎也不再是曾经那个弱小的累赘火神火车，他一个前空翻躲掉了这一击，并顺势砍在伊窝座胳膊下，拼尽了浑身的力气，这一刀终于斩了下去。仅仅1个回合，伊窝座竟然就被炭治郎砍掉了胳膊，而炭治郎也大致明白了自己的实力已经能和他一战了。刚站住脚步，伊窝座速度更甚，一拳就冲着他的脑袋挥来。就在这千钧一发间，火神幻日红，炭治郎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就出现在伊窝座身后。而这一招可不仅仅躲开了这致命一击，也同样在那一瞬间切开了伊窝座的脑袋。但可惜的是，伤口太浅，没能将其斩首。这2轮交锋仅仅发生在几秒内，一旁的义勇看到了全过程，被炭治郎这精妙的战技所震惊。他知道能和上弦之三战斗至此，曾经那个只能在绝望中恳求他放过妹妹的少年，此时已经达到了9柱的实力。而更感到震惊的是伊窝座，我现在正式认同了信守郎的那句话，这个少年并不弱小，不许你侮辱他。哈哈，你确实并不弱小，我愿对你致以敬意。术式展开，伊窝座也要拿出真正的实力了。咱们开始吧。水系3之行，流流乱舞，义勇一瞬间就和伊窝座战成一团。破坏杀乱世，这是一招在一瞬间集中无数拳的猛烈攻击。水系11之行，只见义勇穿过了进攻而来的所有攻击，这是他独创的绝招，能让自身进入一种令周身大部分攻击都无效化的状态。这水柱的实力同样很强，伊窝座越来越兴奋了。而下一刻，身后炭治郎的火神也冲他杀来，烈日红镜，炭治郎一刀斩下，可刀下却空无一人。只见伊窝座在眨眼间就出现在他背后，又是冲着脖子的致命一击，这距离实在太近了，炭治郎只能咬牙再用幻日红赌一把了。可这时一道水纹划过，义勇的2之行水车惊险的救下了炭治郎，但眨眼间伊窝座就长出了新的手臂，反手就轰向了义勇。炭治郎也没闲着，准备趁机砍掉伊窝座的腿，但谁料伊窝座反应实在太快了，破坏杀绞式贯仙歌这一招从下往上的后踢腿力道极大，即便炭治郎勉强用日轮刀挡住了，但也依然受了不小的伤。而紧接着义勇又挡在了前方，和伊窝座战成一团。这行云流水的剑技令伊窝座很赞赏，他开口询问义勇的名字，但义勇却回应道：我没有用来可以告诉鬼的名字，另外我讨厌说话，别老跟我搭讪。而伊窝座正好相反，他是个十足的话痨，就算问上1万遍也要问出他的名字。破坏杀绞式流闪群光，这是一招腿部的高速侧踢，将攻击力道都集中在一处，即便用日轮刀挡住了，但义勇还是被踢飞了，并连着飞出了好几间屋子。炭治郎急切着喊着义勇先生。哦，原来那家伙叫义勇啊！伊窝座眨眼间就杀到了炭治郎眼前，火神灼骨炎阳，破坏杀鬼星8重星，两人都使出了战技进行对轰。炭治郎最终还是不敌，被击出了数米。动作不错嘛，你现在居然取得了如此显著的进步，看来信受郎果然没有白死。炭治郎此刻已经汗如雨下，不管是这压倒性的实力，还是体力上的不支，都令他呼吸逐渐开始紊乱。伊窝座也不急着动手，接着说道：信受郎能死在那个夜晚实在太好了，毕竟他那种到死都要维持的人类价值观，很可能会让他永远都无法比当时更强。这话令炭治郎一愣，炼狱大哥的身影瞬间浮现在他脑海。你在胡说什么？不许你再提起炼狱先生的事情。
哼，你误会了，我厌恶的只有弱者而已。就算吐口水，我也只会对弱者那样做。从你嘴巴里说出来的，就没有一句是对的。每个人刚出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婴儿，没有人帮助，根本活不下去。而你也一样，一无作。尽管你可能已经不记得了，但你也曾经和那些弱者一样，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才能活到现在。强者保护弱者，弱者努力变强，再去保护更弱小的人，这才是真正的自然法则。炭治郎的一番话令一窝座一愣，果然，眼前这个小鬼，他的眼神、声音、说辞都让他觉得像把锉刀在蹂躏他的五脏六腑。他似乎明白了，他是从生理上就无法接受这家伙的存在。可就在这时，一道陌生又熟悉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正在告诉他，大家一开始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对手其实始终都是自己，只有今天比昨天更强，才能去帮助别人。一窝座条件反射的一摆手，但却发现自己身后根本就空无一人。他这举动也令炭治郎很疑惑，炭治郎，你果然令我相当不快。话言一落，一无作眨眼间就杀向了炭治郎，破坏杀、碎石、万叶闪柳，这是一招从上往下的锤击，其冲击力甚至令地面都成纹路般裂开。好在炭治郎躲开了这一击，但还没站住脚，一无作眨眼间又杀到了眼前，这次又是从下往上的脚式飞游新千轮。只见他的踢腿划出了流星般的轨迹，将炭治郎踹到了空中。这一击令炭治郎大口咳血，但也勉强运用动作的预判躲开了接下来的致命一击。经过了这一轮对决，炭治郎渐渐看明白了，一无作那精湛无比的战绩宛如指南针的指针，他的每一击都像有磁力一般直奔人体的致命弱点。即便炭治郎能挡住攻势，但也不能完全抵消掉这些针对致命点的攻击，并且他那敏锐的感知能力总能躲过所有攻击。为什么他能做到这般地步？不对，一定有什么线索。炭治郎在脑海里回忆着一窝座战斗的痕迹，但此刻稍有分神就会被他抓住。火神飞轮扬言，这一刀附带着火焰砍向一窝座的脖子，可这速度一窝座完全不担心，一个躲闪就退到了后方。可谁料下一刻他的脖子应声开裂，原来炭治郎的火神竟然令他的攻击范围变长了，这就令一窝座更加兴奋了。战斗愈演愈烈。而就在战斗之外，炼狱的弟弟正双手合十为炭治郎祈福，因为那曾经日之呼吸剑士将自己和无惨的对决写作书信交给了炼狱家，居然就这样导致炼狱家主彻底失去了自信。而信的内容他已经寄给了炭治郎，但此刻的炭治郎正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只有打赢了这一战才能收到信。兄长，你一定要保佑父亲和炭治郎能平安归来啊！火神元武，这迎面一刀竟然被一窝座用手给接住了，不好，日轮刀会被他折断。情急之下，炭治郎一头撞向了一窝座，虽然这记头锤很猛烈，但一窝座还是没有松开手。紧接着炭治郎又一脚踹了上去，但还是不行，眼看着刀身就要被他折断了，如果没了日轮刀，就更别想挡下他的攻击了。就在这时，一记水纹斩断了一窝座的手腕，将炭治郎救了下来。我现在很生气，因为我的背很痛，你刚才那下把我打飞得好远，上弦之三。义勇终于回到了战场，这下他要赌上性命战斗了，因为眼前这种实力远在自己之上的强敌所带来的危机感，令他的身体感官越来越敏锐，似乎这种生死一线的战斗让他达到了另一个境界。这种感觉炭治郎很清楚，因为这便是斑纹的觉醒。此战一触即发，义勇眨眼间就杀向了一窝座，刚一照面就低头躲过了拳头，再一招横扫，差点没直接砍掉一窝座脑袋。一窝座这才看出来斑纹的出现令他的速度有了巨大的提升，可还没站住脚，义勇就已经又杀到了眼前。水系四之情，击之潮，这一招切开了一窝座手臂，但义勇同样也被打中了，两边的速度越来越快，一窝座竟然眨眼间就已经适应了义勇的速度。而一旁的炭治郎知道，一旦和鬼发生的这种拉锯战，最后都是人类一方体力不支，自己必须赶紧想办法帮助义勇先生。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一窝座和炼狱大哥那一战中似乎提到过斗气这个词，斗气究竟是什么？而此刻他又想起伊之助曾经告诉他的，天生敏锐的他总是能提前感知到要被砍到的地方，那种杀气就像针一样扎在他的皮肤上，瞬间就能察觉到。但反之他却很难察觉到那些没有杀气和恶意的人，所以之前他感受不到突然出现在背后的那个老太婆。这看似无心的闲聊似乎帮助炭治郎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那究竟有什么办法能让一窝座的战斗指南针陷入混乱呢？炭治郎决定在战斗中找到答案。火神元武，果然不管是从什么方向攻击都会被一窝座感知到。看着眼前战成一团的两人，炭治郎再一次梳理了这些线索，斗气、指南针、杀气，至高的领域。刹那间炭治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我知道了，是他。
炭治郎究竟察觉到了什么？而另一边陷入拉锯战的义勇，体力消耗越来越大，他们究竟该怎么办呢？那么到这里，一窝作品上就先到这儿了，下篇将会是更加精彩的激战。需要 BGM 的可以关注麒麟同名网运营，也可以扫描上方二维码加入麒麟的交流群，便能获得最新的视频更新消息。另外在这些地方也能看见麒麟的视频哦。最后感谢所有支持麒麟的小伙伴们，你的关注和订阅就是麒麟最大的动力。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麒麟，我们下期再见。